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：聚会里最吵的人通常不是最聪明的，反而真正厉害的人常常坐在角落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你以为他很无聊，但其实他的大脑可能正在高速运转。很多人以为聪明的人应该很会聊天，反应很快，很会带气氛，但心理学研究却发现，真正高智商的人往往更安静。他们不是没话讲，而是脑中的东西太多了。今天我们就来拆开这件事背后最真实也最残酷的心理学真相。我们从小就被训练成外向有魅力，健谈有能力，会聊天高情商，于是很多安静的人会被贴标签，内向难相处，社交差，甚至没自信。但事实可能刚好相反，很多高智商的人其实不是不会说，而是他们的大脑早就在进行另一层运算。当别人还在思考等一下要讲什么时，他们已经在脑中推演逻辑，分析漏洞，预测后果，判断风险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有些人聊天是为了填满空气，但聪明的人开口是因为真的有内容。而这种沉默其实是一种选择性输出，因为他们知道很多话说了也没意义。第一个心理学真相，他们的大脑比社交更上瘾的是思考。心理学家卡角波提出过一个理论，认知需求。简单讲就是有些人会从深度思考中得到快感。认知研究发现，这类人的大脑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会大量激活多巴胺奖励系统。也就是说，一般人靠社交得到快乐，但认知需求高的人靠思考得到快乐。这就像是什么？别人在聊天，你知道谁跟谁分手了吗？但他的大脑可能正在想，如果把这套逻辑套进商业模型会怎么样？这件事背后的人性动机是什么？未来会不会发展成另一种趋势？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他们冷淡，而是他们的内在世界已经精彩到不需要靠外界填满。你以为他在发呆，其实他的大脑可能比整桌的人加起来还忙。第二个真相，越聪明的人反而越不敢乱说话。这背后有一个超有名的心理学现象——达克效应。心理学家科鲁格与邓明发现，能力差的人往往最容易高估自己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但真正厉害的人反而更容易怀疑自己，因为他们看得见问题有多复杂，资讯有多少漏洞，世界有多少未知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越无知的人越爱发表意见，越有实力的人越容易沉默。因为真正懂的人知道，每一句话都可能有代价，所以他们会反复确认：我真的理解完整了吗？这个结论会不会太片面？有没有我没看到的变数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在会议上讲了30分钟，却没有一句重点，但真正厉害的人可能只讲一句话，然后全场突然安静，因为他一开口就是核心。第三个真相，高智商的人真的比较享受独处，这可能是最反直觉的一点。演化心理学研究发现，高智商的人往往不像一般人那么依赖社交，甚至社交太多还会让他们更疲惫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多数人的快乐来自群体连结，但高智商者更容易从创造、思考、阅读、研究、独处得到满足感。简单讲，有些人充电方式是跟人待在一起，但聪明的人充电方式是把世界静音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厉害的人看起来都很孤独，不是因为没人懂他，而是因为他们需要大量安静，让思绪完整展开。很多改变世界的想法，从来不是在热闹派对里诞生的，而是在深夜、房间、孤独、安静里。所以现在你知道了，
聪明人的沉默从来不是空白，那是一种观察、分析、推演、等待，就像狙击手开枪前的平息，不是没有动作，而是在等最精准的时机。所以下一次，当你再看到那个安静坐在角落的人，别急着觉得他无聊，他可能只是活在另一个思维维度。而真正厉害的人，很多时候都不是最会说话的人，而是最知道什么时候不该说话的人。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沉默型高智商朋友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，并留言告诉我，你觉得沉默是一种智慧吗？我们下支影片见。